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和任嘉伦的恋爱游戏，拿捏和被拿捏中的治愈反转。每次追完喜欢的剧之后，都会有一段长尾效应，然后开始翻看剧中演员们曾经的作品。这部看完徐凯和谭松韵的甜蜜恋爱之后，忍不住又再一次重温了谭松韵和任嘉伦那个经久不衰的甜蜜爱情剧《锦衣之下》，常看常新，常看常爱。看这部剧的时候，总是在想，金夏和陆毅为什么会那么让人上头？毕竟在50多集的剧里，亲亲抱抱举高高的高糖场面着实不多，10个手指都数得过来。一遍遍看着，好像就理解了，是他们彼此陪伴和彼此守护的温暖的爱，比什么都要甜。初相见，他们对彼此相看两厌，但口嫌体正直。陆毅看不惯袁金夏投机取巧、油嘴滑舌的虚伪模样，虽然金夏是个女孩子，但陆毅面对金夏的时候，永远是声色俱厉的样子。差点打住他的火铳，陆毅会毫不留情地拿走。为了拿回火铳，金夏给陆毅打扫臭烘烘的马厩，陆毅也从未怜香惜玉。荒山野岭，金夏被追击的犯人打伤，金夏死死抱住陆毅的腿，求他帮忙把自己带回去。他会毫不留情地朝金夏受伤的腿部再踹一脚，然后像拎猴子一样把金夏拎到马背上，拍拍马屁股，让马自己带走金夏。金夏一不小心把他的衣服弄脏了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让金夏把他的衣服洗干净再拿给他。当时看这里的时候，实在忍不住感叹，果然是锦衣卫，毫无一丝感情。但如果真的这么想，好像又不是那么一回事。面对袁金夏一再干扰自己查案，甚至为了获取线索，不惜给他下迷药，陆毅并没有真的去惩戒金夏。看着袁金夏撒娇示好的样子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。他可是锦衣卫心狠手辣的头啊，谁都想不到这操作是陆毅的风格。一起南下办案，在船上，金夏险些被箭射中，陆毅会用手接住那支箭，一点都不 care 自己的手受伤。那个时候，金夏于他而言，只是一起办案的同事而已。跌入海中，和坏人殊死搏斗，看到危在旦夕的金夏，陆毅同样会毫不犹豫地去救金夏。那个时候，他好像也没怎么顾自己的死活。金夏犯错了，作为上司的他会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。金夏的师傅为了保护金夏，当众扇了金夏巴掌，陆毅心里也会很不舒服。从相识开始，虽然金夏的很多行为陆毅都看不惯，但打心底里，陆毅一直都觉得金夏是一块璞玉，只是需要慢慢打磨而已。在没有爱的残酷现实里长大的陆毅，练就了心狠手辣的习惯，但内心始终柔软。于金夏，他也习惯使然，想要在严峻的环境里造就金夏的成功。但毕竟是女孩子，陆毅对金夏看似严厉，实则已经是超脱了他常规的宽容。这是前期的陆毅。金夏是孤儿，他的生存经历让他从小就学会了争强好胜，靠自己取得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后来被养母领养，他也从未想要依靠任何人，依然靠着自己的能力在6扇门大展身手，给自己攒经历。在市井长大的他丝毫没有小女子的端庄温柔，也无拘无束，但他并不在乎，他唯一在乎的就是钱，可以说是爱钱如命。说他爱钱，其实不如说他在努力用钱给足自己安全感。遇见阎王脸的陆毅，真是不幸。第一次见面就抢走了金夏的火铳，之后的每次见面总得发生点不愉快的事情。好像陆毅的存在成了金夏的绊脚石，让一向在官场里混得如鱼得水的金夏屡屡碰壁，一向的聪明机警在他面前也总是消失不见。但说这个人讨厌吧，好像也不尽然。差点一箭被人射死的时候，
陆毅会冲到金夏的面前，用手挡住剑。那个时候，他好像说他是他的人。被贼人挡在身前当作人质的时候，陆毅嘴上说着不在乎，但最后依然在最危急的关头不顾危险撤下内力，防止金夏受伤。在海底，也是陆毅在拼命地护着金夏，如果不是陆毅，自己大概已经死了好几次了。明明陆毅对自己态度那么冷淡，而且毫不留情，可不知不觉的，在长时间的相处和共事的过程中，陆毅的存在总是能让金夏安心。金夏从未想过依靠任何人，也从未想过要去依靠任何人，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陆毅好像在他的世界里成了这个唯一的存在，让他越来越安心，让他真的成为了被保护的小女孩。金夏知道不应该，但他们的关系却慢慢发生了质的变化，然后就有了后来的故事。初见是相看两厌锦衣之下里的缘，金夏和陆毅在漫长的南下办公相处后，渐渐产生了他们独特的化学反应。的是怎么个独特法？陆毅作为金夏的顶头上司，不甘于被压榨的金夏只有服从的份儿，于是就有了很特别的场面：大人面前溜须拍马，人比花甜；大人背后嘀咕不完的小话。而陆毅嘴上对金夏从来不客气，行动起来对金夏也从来不手软。开始明明是反感金夏的阿谀奉承，不知什么时候就开始接受了金夏的各种吹捧，并且很受用。怎么说呢？别说是陆毅，作为女观众，也被金夏的可爱迷得五迷三道，一声大人喊得比老公都甜，怎么能让人受得了？但慢慢的了解了更真实的陆毅之后，金夏的吹捧就变成了发自内心的欣赏。时不时沉迷于陆毅的颜值，被抓个正着，也只会笑嘻嘻地说一句：“因为大人好看呀。”得知陆毅的身世经历之后，开始在意陆大人的在意。陆大人用母亲遗物做的手绳意外掉落，金夏会不顾危险地去寻回。以前的吐槽也开始逐渐变成了祝福，希望大人每天开心，希望大人多笑一笑，不要整天阎王脸。因为保护金夏，陆毅不慎受伤，金夏也会豁出一切寻找救陆毅的方法，甚至愿意以命换命。在他们还未察觉的时候，两个人早已对对方付出了所有的真心。陆毅又何尝不是这样？当陆毅开始享受金夏的吹捧后，金夏的存在几乎成了陆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快乐源泉。奈何陆毅是个习惯了高冷的人，在意金夏的小心思总是被他藏起来，全都装作漫不经心的顺便而为。但当真的有人开始追求金夏的时候，陆毅的醋坛子都被打翻了，各种阻止，各种和情敌暗自较劲。但作为陆大人，嘴上还是什么都不说，只是利用自己的身份让金夏听自己的话，然后各种撩金夏，撩完就走的那种。在村子里意外被绑，陆毅看到金夏掉在井边的镜子，毫不犹豫地跳到井里救金夏。陆毅愤慨抱怨金夏鲁莽，以为金夏是为了救自己跳到井里的。金夏的回答是：他又不傻，怎么会主动跳井？本来准备顺着绳子爬下来，但一不小心滑下来了。可金夏不知道的是，陆毅为了救他，真的是毫不犹豫跳到井里的。陆毅早已心甘情愿沦为那个名副其实的傻子。在当知道金夏为了救自己不惜豁出性命之后，陆毅再也不能自持，对金夏的爱已经是极致。只是他不知道金夏的心思，不敢轻易说出口。直到有了醉酒后金夏的坦白，陆毅才勇敢走向了金夏。得知小阁老绑架金夏的那一刻，陆毅彻底破防了，失去了一切理智和冷漠，强行救回了金夏。那天晚上，陆毅说了最浪漫的表白：我可以容忍他将我踩在脚下，但我容忍不了他伤害你分毫。陆毅对金夏的爱胜过了一切，金夏也终于鼓起勇气，伸出试探的双手，然后和陆毅紧紧相拥。
一份在相处中逐渐萌芽的爱情，开始越发浓烈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很喜欢金夏的态度，金夏骨子里是有点自卑的，出身不好，家境不好，什么都不好，所以他不敢喜欢什么都好的陆大人。但陆大人的爱给了他安心，给了他勇气，他也没再犹豫，就收起了那份自卑，用力拥抱爱情。每一次，金夏都露出最开心的笑容，然后展开双臂，奔向陆毅，拥抱幸福。每一次，金夏爱陆毅，即使知道了陆毅父亲是害自己家破人亡的帮凶，他还是不想伤害陆毅。陆毅爱金夏，知道父亲和金夏家人的恩怨后，他宁愿把自己主动送进牢狱，甚至用自己的性命还金夏一个公道。金夏爱陆毅，知道陆毅主动葬送了前程，走进牢狱，一向视钱如命的他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打点狱卒，为了陆毅四处奔跑，只为给陆毅寻求一个生还的机会。陆毅爱金夏，金夏让陆毅等他，相信他。陆毅也把自己唯一的选择给了金夏，他选择用一生守护金夏。1年、2年、3年，金夏的坚持不懈，陆毅的默默等待，终于让两个人破镜重圆，再次重逢，让这份最治愈的爱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养成系的爱情很治愈，彼此奔赴，双向救赎，用最坚定的爱守护彼此的信任，也是这份无懈可击的唯美爱情，成了观众心中忘不掉的浪漫。即使剧中的5毛特效忍不住让人吐槽，但这部剧的优点可以让人接受盖过并忽略它的缺点。一夏夫妇真的很甜。